烏克蘭最初難以抵擋俄羅斯的侵略，那麼為什麼能打到現在？這一切都要從那場驚天逆轉開始。戰爭剛開始，東部頓巴斯戰線，俄軍以絕對的火力壓制，拿下幾處關鍵據點。南部赫爾松戰線，數萬俄軍扼守關鍵橋梁，包圍圈已經形成，下一步就是全殲烏軍。前方是俄軍鋪天蓋地的火網，後端是基輔的燈火通明。烏軍有死戰不退的決心，但奈何火力懸殊巨大。轉機發生在2022年6月23日，在這一天，美國援助烏克蘭的神秘裝備落地。一周後，在這款神秘裝備的幫助下，烏軍大破俄軍主力部隊，炸毀運輸大動脈。在此之後，俄烏雙方才開始展開拉鋸戰。但是那件挽回了烏克蘭局勢的美軍神秘裝備居然只有4輛，而這就是海馬式火箭彈。4輛海馬式擊退數萬俄軍，這聽起來像是小說裡的主角劇本。那麼問題來了，這是怎麼做到的呢？海馬式到底有多恐怖？海馬式這款俄軍最厭惡的武器，在當年其實是美軍無奈妥協的作品。玩過戰略遊戲的朋友都知道，火力不足就用多管火箭炮。海灣戰爭時期，美軍手裡有一張王牌叫 M270， 這就是暴力的代名詞。重型履带底盤，背着12根粗壯的發射管，一輪齐射下去，能把一個標準足球场大小的區域連人带陣地從地圖上抹掉。火力猛，裝甲厚，越野強，但它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太胖了。滿載重達25噸的身軀，讓它成了後勤部門的噩夢。冷戰結束之後，美軍不再需要在歐洲平原和蘇聯紅軍進行鋼鐵洪流的對拼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各地突發衝突。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场景，前線的輕裝快反部隊已經在海外落地，急需重火力支援。可 M270 因為太重，絕大多數運輸機根本塞不下，只能去港口排隊坐船。等他們在海上漂了幾個星期到達戰場，前線可能已經接近尾聲。面對這種讓人抓狂的局面，美軍給軍工企業下了一道死命令：我們需要一款全新的火箭炮，它必須能直接塞进美軍数量最多、最普及的 C130 戰術運輸基地，實現全球快速空運。而且飛機一降落，它就能立刻開出機艙，跟着部隊向前衝鋒。軍工看着 C130 的貨艙尺寸和載重限制，也是十分頭大。運輸機的有效載荷根本容不下一個重裝甲的履帶式裝備，更不要提還要兼顧大火力了。怎麼辦？在正常的軍工研發邏輯裡，做武器裝備做加法，大就是美，加射程、加口徑、加装甲。但为了滿足 C130 的運輸指標，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工程師們被迫做了減法。既然履帶太重，那就砍掉，換成中型戰術卡車的輪式底盤。防護裝甲太厚也砍掉，換成最基礎的輕型駕駛艙，只要能擋榴彈就行。最核心的火力部分，12管火箭彈嚴重超重了，那就再砍掉一半，只留一個6管的模組化發射箱。就這樣，統治戰場30年的海馬式誕生了。但是海馬式從剛問世就受盡了嘲笑，防彈能力幾乎沒有，火力直接被腰斬，還沒有履帶。很多人甚至認定美國軍工在走下坡路。然而誰也沒有預料到，這看似不得已而為之的妥協，在以後的戰場上會引發多麼恐怖的反應。當初為了塞進運輸機而被逼着脫下的厚重裝甲和砍掉了一半火力，不僅沒有讓海馬式變成笑話，反而讓它擺脫了傳統炮兵緩慢笨重的詛咒，點滿了這個時代最關鍵的天賦——速度。那麼一輛原本被嘲笑為縮水版的小卡車，究竟是如何用幾枚飛彈和極致的機動性，就把一支世界第2的軍隊一步一步逼上絕路的呢？很多關注俄烏戰爭的人會有一種錯覺，以為海馬式是2022年開進烏克蘭之後才突然爆紅的新秀。但實際上，在進入東歐平原之前，這輛外表普通的卡車早已經在中東戰場經歷過多次實戰。早在打擊 ISIS 的行動中，海馬式就被用於遠程精確打擊任務。但真正讓他成名的是2018年的敘利亞哈沙姆戰役。當時數百名裝備精良的雇傭兵，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瓦格納集團，配合着亲叙利亞的武装力量，開着主力戰車和重型火炮，試圖攻擊美軍和庫德族武裝控制的據點。在這些雇傭兵看來，這是一場勢在必得的裝甲平推。但美軍迅速調動包括海馬式在內的聯合火力體系，在多方協同下，遠距離精確打擊開始覆蓋戰場。短短幾個小時後，作戰結束，俄羅斯和敘利亞的聯合兵團完全喪失作戰能力，而美軍人員零傷亡。如果說在敘利亞只是海馬式打出一點名氣，那麼烏克蘭戰場才是真正讓它成為傳奇的地方。時間回到2022年夏天，如果你當時站在頓巴斯地區的戰壕裡，你會看到一場屬於上個世紀的鋼鐵交響樂。俄軍骨子裡流的就是蘇聯那種蠻橫的血脈，他們依靠龐大的炮兵規模和彈藥儲備，對烏軍陣地持續施壓，火力壓制比一度來到了10比1。
烏軍每天都在承受巨大人員傷亡，陣地被一寸寸的炸碎平推。對於烏軍來說，他們從不缺乏作戰的勇氣，但在這種持續性的火力壓制下，勇氣只是徒勞的。2022年6月，4輛海馬士系統抵達烏克蘭前線。最初，很多人認為它只是一種更先進的火炮，沒人指望這4輛卡車能擋住俄羅斯的鋼鐵洪流。但烏軍很快發現，海馬士真正的價值並不是衝到前線摧毀戰車，而是攻擊支撐戰爭運轉的關鍵節點。它瞄準的不是敵人的拳頭，而是俄軍的大動脈——安東諾夫斯基大橋。這是重要的交通節點，承載了俄軍70%的陸路補給總量。但問題是，這種戰略級別的要點，俄羅斯當然能想到會被烏克蘭集中火力襲擊。事實上，安東諾夫斯基大橋就是蘇聯留下的後手，早在當初修築的時候就天然具備戰爭基礎。從設計參數上看，烏克蘭老舊的原點鈾飛彈打上去幾乎毫髮無傷。那麼海馬士呢？是不是有的觀眾覺得海馬士會一擊命中，整個大橋直接癱瘓？但事實是，第一批海馬士的火力是美軍閹割過的，不足以炸毀這座為戰爭設計好的大橋。那烏克蘭人是怎麼做到攔截數萬俄軍的呢？烏軍指揮官沒有被慣性思維限制，擊毀橋梁是為了限制俄軍重裝備進入前線。那麼只要完成了這個目標，是不是就不需要考慮擊毀大橋了呢？海馬士的火力可能不夠，但是它的精度高，只需要利用極高的準度攻擊橋面的關鍵位置，哪怕沒有讓整座橋坍塌，但是造成的溝壑和損傷導致重型車輛根本無法通行。橋還在那裡，但它已經失去了為俄軍輸血的作用。海馬士沒有摧毀道路，而是讓道路失去了意義。於是保衛圈被打開缺口，俄羅斯的鋼鐵洪流被截斷，戰爭也朝着對烏克蘭有利的方向發展。但這還不是海馬士的終章。2022年跨年夜，馬捷夫卡發生了一場震動戰場的打擊事件，大量俄軍動員人員集中駐紮在當地的一處建築內。或許是為了方便，俄軍的後勤軍官將大量的高爆炸藥直接堆在了這棟樓的地下室裡。隨後，多枚導引火箭彈實施打擊，憑借着近乎變態的末端精度，直接砸穿了樓頂，瞬間引爆了地下室裡的巨量彈藥。襲擊之後，根據烏方統計，有數百人被擊斃，這是俄軍目前為止單次人員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海馬士向所有部隊展示，過去意義上的後方安全區正在消失。除了這些實際的戰果，海馬士最關鍵的作用就是襲擊俄羅斯指揮中樞，在赫爾松附近的喬爾諾巴伊夫卡機場。這裡曾經是俄軍航空力量的重要活動區域，大量直升機、裝備以及相關設施、防空網不可謂不嚴密。但在海馬士那種以極高馬赫數的火箭彈面前，俄羅斯的防空系統根本反應不過來。伴隨着接二連三的爆炸，昂貴的直升機在停機坪上燒成火球，多名俄軍高级将領在指揮所內当场喪生。按理說這裡已經不再安全了，必須馬上撤離。但因為俄軍龐大而僵化的後勤體系，離開這種大型樞紐，他們根本無法運轉。於是他們只能把殘骸拉走，把新飛機又停了進來。然後海馬士又來了，在短短幾個月內，烏軍對這個機場進行了數十次點名，這個機場甚至變成了烏軍打卡地。這不僅僅是摧毀了幾架飛機，這是把俄軍的指揮和作戰中樞徹底殲滅。這3場戰役奠定了烏克蘭反攻的基調，展現了海馬士的可怕。它就像強酸一樣，一點一點腐蝕着俄軍龐大的戰爭機器。然而，戰爭從來不是一場單方面的表演。當俄羅斯從最初的震驚中恢復過來之後，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如果海馬士可以獵殺俄軍目標，那麼俄羅斯能不能反過來獵殺海馬士？一場圍繞海馬士展開的現代戰爭獵殺遊戲正式開始。曾經百發百中的海馬士，還能在俄羅斯鋪天蓋地的反制網中生存下來嗎？俄羅斯國防部指控烏克蘭說他們是在玩火自焚。同時，克里姆林宮宣稱，美軍的援助只會讓烏克蘭敗得更加徹底。對付海馬士，俄羅斯有的是辦法。普京還真不是放狠話。作為一個擁有龐大軍事底蘊的大國，俄羅斯迅速做出反應，針對海馬士展開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獵殺行動。俄羅斯人最先想到的一招定位非常精準，海馬士不是打得準嗎？那就戳瞎他的雙眼。於是，俄軍在前線大範圍部署了波利21和居民等強悍的電子戰系統。一時間，東歐平原的上空撐起了一道無形的穹頂，只要火箭彈飛進来， GPS 信號就会被屏蔽或者篡改。這確實是一記妙招，但問題是，海馬士的火箭彈不僅裝了 GPS， 還有一套昂貴且精密的慣性導航系統。哪怕把 GPS 信號完全掐斷，這枚火箭彈依然能靠着內置彈倉的陀螺儀擊中目標，只不過確實會出現幾米的誤差。對於高爆炸藥來說，無非是擊殺5人和 5.5 人的區別罷了。而且在這種強干擾的環境下，俄軍的電子戰天線一旦開機發射干擾信號，在烏軍的電子偵察機眼裡簡直醒目的指示牌。指揮官甚至患上了選擇困難症，是去炸彈藥庫好呢，還是順着干擾信號炸陣地呢？
當然，最後的選擇可能是與陸軍戰，2個據點誰也跑不了。電子戰失敗沒關係，俄軍還有第2套方案。既然魔法不好使，俄羅斯人決定物理降服。他們派出了大量的偵察無人機日夜巡視，一旦發現海馬式的蹤跡，立刻呼叫幾百萬美元一枚的伊斯坎德爾彈道飛彈或者陸基的口徑巡弋飛彈進行遠程抹殺。有沒有成果呢？有，而且戰績顯赫。俄羅斯國防部的戰報每日更新，今天炸了2輛海馬式，明天宣布炸毀了4輛。到了2023年中期，俄軍官方宣稱摧毀的海馬式數量甚至超過了60輛。當時無數俄吹拍手叫好，美軍裝備又如何，一塊打。但問題是，整個北約一共才援助給烏克蘭不到40輛海馬式，多出來的是普京自己買的嗎？這是把海馬式給炸出力气來了。事件的真相是，烏克蘭軍方在樹林裡、公路上部署了大量逼真的海馬式诱饵，有的誘饵是用捷克生產的充气橡胶做的，有的乾脆就是烏克蘭木匠用幾塊破木板和鐵皮釘出來的。為了騙過俄軍帶有熱顯像的無人機，烏軍甚至在這些木頭卡車裡塞了幾個發熱的電爐子。俄羅斯的無人機偵察到這些坐標，如獲至寶的傳回坐標。緊接着，俄軍滿心歡喜地發射了造價高達300萬美元的巡弋飛彈。伴隨着一聲巨響，煙塵散去，滿地都是燒焦的橡膠和碎木頭。就是這些碎片讓俄羅斯開始狂歡。更令人驚嘆的是，他們沒有察覺到絲毫異樣，沒有想過為什麼戰報上全殲級別的戰果，卻還是每天飽受海馬式的折磨呢？海馬式就像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夢魘，死死地卡住了俄羅斯戰爭機器的咽喉。然而，對於俄羅斯來說，噩夢其實才剛剛開始。因為就在所有人以為已經足夠強大了，但這就是它的極限的時候，烏軍默默地給海馬式換上一種黑色的長條發射箱。這個箱子裡裝的是什麼東西？甚至很多專家說，有了這個，烏克蘭是時候結束這場鬧劇了呢。海馬式很強，但是問題是只能使用80公里的導引火箭彈。但當烏軍換裝黑色箱體後，俄羅斯天塌了。因為這個驚喜包裡裝的不再是火箭彈，而是一枚射程高達300公里的陸軍戰術飛彈 ATACMS。300公里是什麼概念？之前俄軍為了躲避海馬式，把大型彈藥庫和指揮所往後撤了100公里。雖然補給效率變慢了，但好歹能睡個安穩覺。當 ATACMS 入場後，整個克里米亞半島以及俄軍在烏克蘭境內所有的縱深後方瞬間被全部覆蓋，再也沒有什麼大後方了。到貨之後，烏軍悄悄發射了首批飛彈，目標直指位於比爾江斯克和盧甘斯克的俄軍機場。一夜之間，俄羅斯損失了10幾架K-52和米8武裝直升機，甚至連旁邊的防空雷達都被炸成了筛子。從這一刻起，海馬式就變了，它不再是一款单純用來提供火力支援的戰術火炮，而是变成了一個能对敌方國家級戰略節點進行打擊的戰略威慑平台。這場在東歐大平原上持續了幾年的實戰宣傳，把全世界的軍隊都看傻了，尤其是那些緊挨着俄羅斯的東歐國家，看到头号大敵俄羅斯被搞得焦头爛額，隨後立刻陷入了瘋狂的報復性消費。波蘭這個對歷史有着慘痛記憶的國家，直接把信用卡拍在了美國人的桌子上，一口氣要訂購將近500輛海馬式。500輛是什麼概念？連美軍自己現役的海馬式加起來都沒這麼多。不僅是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國家紛紛排着隊向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下訂單。海馬式從一款備受冷落的妥協產物，變成了全球軍火市場上最搶手的断貨王。為什麼大家都在搶？而這個問題，俄羅斯最有發言權。海馬式用最直觀的戰績做了一次全球宣傳，而這就是世界第一火箭炮。好了，關於海馬式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你認為未來會有更多的海馬式運往烏克蘭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